倒数计时321，唱首歌送你哆来咪。青春是我的加速器，再加上你就更无敌。我全副武装迎接你，神功护体，请别担心。如果你发现我心中的秘密是意外或惊喜，微笑填满全集，试探我们距离。因为遇见你，烦恼被治愈，告白回应都很默契。当靠近你，靠近你，贴着你，贴着你，一加一等于1。我要一张魔力，让你的名字在我心里会马上有力气。哦，我和你，像苹果和吸引力，掉入风里亲吻大地。内心有一些问题，拆盲盒的好奇，每次惊喜都会动心，因为你。到底是你爷爷还是我爷爷啊？你看看他笑那样，嘴都到耳朵上了。就你俩那一样的臭脾气，我敢肯定，一定是亲爷爷。我哪有他那么不讲道理？不愧是爷爷买的，真香。要不要吃一口？不吃。大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。师傅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，让我给你送过来。我就等着这一口呢，快，爸给咱们做的菜。分一下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米饭吗？来，都是你爱吃的，吃吧。就是我爱吃的那口。咱们搬出来唯一的不好就是没法吃到伯父的菜了。所以你们俩要经常回武馆，师傅师娘天天都念叨你们俩。最近设计部也太忙了，等忙完这一阵我们就回去。说到这个我差点忘了，设计稿我忘提交了，你们先吃着啊。吃完再弄啊。很快的。哎，别怪我这个做大师兄的没提醒你。前2天我和杜宇川一起喝酒，他好像真的喜欢上静静了。什么？你跟静静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俩怎么没走在一起啊？静静就是我的妹妹，我们2个太熟了，我对她呀就和对亲妹妹没有区别。哎，我呢吃亏就吃亏在认识静静太晚了，被那个顾荣给捷足先登了。喂，不会吧？你真的喜欢上静静了？怎么？我比不上那个顾荣啊？他敢？我觉得吧，他还挺认真的。告诉他啊，没戏。我什么身份立场，这话我可说不了。不过我看那个傻丫头，应该还没有察觉。我上次就说了他们俩的事儿，就弄得挺不愉快的。我不想让静静总觉得我是一个不讲道理、爱吃飞醋的人。妹夫，你不就是泡在醋缸里长大的吗？其实静静这个事儿吧，我觉得她也没什么信心，她其实还是一个挺自卑的人的。是吗？在公司里头，我都觉得属她最高调了。有的时候，越是粉饰的东西啊，往往就是越缺乏的。中学的时候，她爸爸就去世了，她妈带着她，家里没什么钱，肯定吃了不少苦。
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好了，那你先吃吧，我先走了。没吃几口啊？不打搅你俩二人世界了。都收拾了，不许让静静干活。你告诉他啊，没戏。你自己解决吧。解决什么呀？我让你告诉他没戏。那个静静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问。你觉得你做我女朋友你累吗？不累啊，怎么突然问这个啊？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追你的话，你会不会就不要我了？没发烧啊，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当然不会了。那就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立的 flag。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平时没见你那么宝贝我、在乎我，你今天说的话都不像你平时说的了。你怎么啦？受了什么刺激啦？你可别得意啊！怎么样，这设计稿？总觉得差了点什么，缺了点帅气，又缺了点呆萌。哎呀，感觉遇到瓶颈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不错，你觉得呢？要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改改？总监，给您。好了吗？啊，好了。这个地方，你看这儿，这个角度，这儿再改一下。顾总，顾总，顾总，还有3天就周年庆了，你们稿子出来没啊？每个人都出了一稿。这张还行，这是苏静静的吧？他人呢？顾总，静静去仓库了。赶紧把最终稿拿出来吧，我们还要留时间给工厂抢工呢。不过，辽中的授权拿到了吗？先用这稿子顶着吧。周年庆这么大的事儿，绝对不能出什么岔子。另外，你们的工作是确保3天后的周年庆能够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。其他的，不管你们听到什么、看到什么，必须给我留在这个办公室里。如果我要是再知道有什么泄露的情况出现，我不介意裁掉你们整个设计部。这件事不需要告诉苏静静。好了，大家继续工作吧。这样改的吗？那这样呢？可以。我觉得这个颜色会不会不合适？行。怎么样啊？我要的东西呢？
怎么了？还差最后一点了，可惜卡壳了。你看他的下半身，我已经想好他要穿什么了，但他的上衣，我怎么想都找不到合适的，总觉得差了点什么。啊！好了。你看啊，这个娃娃胖胖的，她穿了露脐装肯定显得很可爱，对吧？是不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？毫无违和感，太可爱了。我们捏出来看一下效果吧。好。咦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有着最独特的甜蜜，总是不经意偷偷想起你，关于你的点点滴滴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。好了，终于明白了，他的鼻子，差个鼻子。慢慢清晰，你是注定出现在我生命里。终于做出来了，太坎坷了，这个孩子生的。周年庆就看他的了，超棒！嘿嘿。可如果对方不给授权，我们要瞒着林瑶中的话，那不就是冒用他的名字吗？那也是不得已的办法。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，横竖要和林瑶中对簿公堂，对故事来说没什么区别。不过，林瑶中的授权拿到了吗？先用这稿子顶着吧。周年庆这么大的事，绝对不能出什么岔子。另外，你们的工作是确保3天后的周年庆能够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。其他的，不管你们听到什么、看到什么，必须给我留在这个办公室里。如果我要是再知道有什么泄露的情况出现，我不介意裁掉你们整个设计部。白安柔在故事这么多年，为故事付出那么多，到头来还不是说舍弃就舍弃？你觉得你的结局会比他好吗？据可靠消息，番放商场周年庆合作的是新加坡著名艺术家林瑶中，但是因为商业纠纷而终止合作。现在这个盲盒只能是故事的顶包制作，请顾总解释。请问这件事顾董事长是否知情？请问商业纠纷具体是什么？请顾总正面回答我们问题。是否得到林瑶中的授权？首先，感谢大家对我们顾氏集团和番放商场的高度关注。刚才大家所说的一切，纯属谣言。就说不，顾总肯定有办法。林瑶中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瑶中。很荣幸此次和顾氏集团合作，并为今天的开幕式剪彩。除此之外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为了庆祝今天的活动，我和顾氏集团的苏静静小姐共同设计了一款限量款隐藏式玩偶。这一款不单单是限量款，而且绝对是限量款当中的开山辟地之作。
不光如此啊，我们今天带来了50只限量款玩偶，分别分布在商场的各个角落中的盲盒机里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设计了诸多沉浸式的动漫活动中心。我相信，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就算没有抽中这个限量款的玩偶，也一定会在今天收获不一样的快乐。谢谢。我宣布，番放商场周年庆活动正式开幕，欢迎大家来体验崭新的番放生活。哟，这么着急走啊？这开幕式才刚开始啊！顾总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的宣传造势，让故事又上了一次热搜。顾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戏都散了，你就别演了。我就是故意让你觉得我跟林瑶中的合作谈崩了，就想看看你到底想要什么。你一直留到现在，就是为了把顾氏和林瑶中解约的事儿闹大，对吧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从你引导我怀疑张婷的时候。不管设计稿是设计部谁流传出去的，我作为顾氏集团设计部总监，都是我的失职。如果要追究的话，就追究我的责任吧。杜总监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当务之急是要把真相查明就好。管理责任你自然是躲不过的，不过现在还不是讨论你责任的时候。我明白，不过设计稿都是设计部和林瑶中亲自对接的，设计部上下也都签署了严格的保密协议。对设计部所有经手的设计以及保密文件都绝不泄露。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，除非什么？除非面对更大的利益诱惑，才有可能冒这样的风险。说一下你们内部的详细分工。这一次林瑶中的设计稿都经了谁的手啊？设计稿的签收和寄出都是张婷在负责，印刷厂也是她在对接。所以说现在嫌疑最大的是张婷。监控视频里，你去杜总监办公室拿 U 盘，是谁让你去的？张婷，今天那个张婷还离职了。我这下挑卷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张婷离职了？嗯。你从来都是一个就事论事的人，从来不袒护下属。但是你一边让我们怀疑张婷，一边又在让我们稀释。张婷，没想到吧，杜总监。是你把图纸泄露给黄总，然后栽赃给静静，又让张婷给他背锅，对吧？你还在我面前做假好人，我要是真信了你，岂不是被你卖了还帮你数钱？恰恰是把锅推给张婷这步棋，你走错了。林先生，这次设计稿的泄露是我们顾氏的全责，
我再次给您道个歉。顾总，这件事情就算是你亲自来也没有用，我一定会追查到底的。你们顾氏这么大企业，竟然出现如此严重的纰漏，你们就等着和戴蒙一起收律师函吧。其实我这趟来啊，就是为了求这封律师函。到底是谁泄露了设计稿，我当然会查清楚，清理门户。但是我相信这个人，对你来说也很有意义。哦，此话怎讲？设计稿泄露之后，我立刻就去查了戴蒙。我发现戴蒙那批盲盒、包装盒的印刷日期，就在咱们刚确定好玩偶大小的第2天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您的图纸还没出来呢，对吧？那个时候，你是说杜宇川？没可能啊，他跟我关系很好的。咱们这次合作，也是杜宇川邀请您的，对吧？但是如果真的是他，那就不仅是我们顾氏集团养了一个白眼狼了。其实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您就给我们顾氏发一封律师函，让那个内鬼觉得我们的合作谈崩了，按照他的计划来走。到那个时候，他自然就上钩了。咱们的合作依然可以继续，到时候剪彩的时候我会邀请您来的。顾总，但是已经泄露的设计稿是不能再用了。是，所以麻烦您再出一稿。顾总啊，律师函的事情我可以帮你，我也可以答应你不会真的起诉，但是新的盲盒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没有办法。那您能不能把您的形象设计的授权给我们呢？让我们公司的人去做。顾总，恕我直言，我并不知道你们公司设计部的水平，我是不会轻易授权的。万一砸了我自己的招牌怎么办？不如您先看看这个吧，这是我们公司设计师的作品。顾总，您这次是有备而来。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了。杜宇川，你是我的前辈，我十分感谢你对我的知遇之恩，我也敬仰你的才华，你是我事业上唯一的奋斗目标。能和你成为朋友，我特别珍惜这段友情，但你让我非常失望。杜宇川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哼，顾总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含着金汤匙出生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一路拼搏成为总监的普通人。从小到大，我以为只要我肯努力，我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就能成功。可后来我才发现，命运是不公平的。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依然只是个小设计师。曾经的才华和热忱都浪费了。在我陷入瓶颈的时候，是戴蒙的黄总给了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能去实现理想。他投资了我的设计，送去欧洲参展，帮我结束这段在顾氏默默付出的日子。那天，黄总突然找到了我。你看看你，
留学归国，著名设计师，多么时尚的小伙子，你应有更好的发展。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些是你这几年被故事打回的设计稿，这些设计我很喜欢。你愿意的话，我出高价全部买断。另外，我可以出资给你成立个人工作室，让你参加国际设计展。黄总说的这些是认真的吗？你在故事受了委屈，他们没有认识你的价值。今天第一次见你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不是一个没有魄力的年轻人。如果你觉得怀才不遇，你就告诉我们，集团一定会和你诚意沟通。但你没有。走吧，林瑶中那边还等我一个交代呢，这事儿必须速战速决。好。我们已经准备起诉黄总了，你如果自愿出面作证的话，事情会简单很多。我愿意，就当是为之前的所作所为赎罪了。看看这个吧，没有问题，把它签了。欢迎回来！欢迎回来，张总监回来！谢谢大家。其实这次周年庆的设计，静静才是大功臣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经验比我丰富，资历也比我深，就是希望这次风波过后，我们不要再有间隙。好。好了，既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那我们就此翻篇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一起把设计部做得更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喂，何主任说爷爷不舒服，我们赶紧回去一趟。什么？爷爷，爷爷，您怎么样了？我们上医院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不想去医院。爷爷听话，我们去医院啊。我这心脏都做了2次搭桥了，不能再做手术了。去医院也就是换张病床躺着，人老了就怕去医院，万一要回不来，就变成孤魂野鬼了。爷爷，您别乱说。顾荣，静静，爷爷有话跟你俩说。这次集团危机，你俩齐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集团以后交到你们手上，爷爷放心。现在爷爷
就只有一个心愿了。爷爷，您说，静静，你能答应我吗？爷爷，您说。我想抱重孙子。爷爷，我们还没结婚呢。那就快结呀！爷爷，爷爷，我答应。水。好。哎，喝水。我答应。爷爷，你嘴巴上抹了芡粉骗我们呢。爷爷，您怎么能拿这种事吓唬我们呢？你可是答应我的啊！你刚才骗我，我没答应。虽说我是骗的，我说的是这个脸啊。现在你俩结婚办手续，再度蜜月，那最快也得1年以后我才能抱上重孙子吧？你想太远了，是吧？你看，万一这小子不争气，当年没让你怀上，我不又得再等1年吗？现在医生说了，年轻人压力大，怀孕几率太低。我好像想起来，我公司还有事儿。爷爷，您要是好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我好忙的。你答应我的。我没有啊。哎呀，你乱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我乱说呀？有本事你争点气呀！你这是为老不尊。我走了，爷爷再见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演得不错吧？是，您演得相当不错，只是被揭穿了。揭穿怎么了？揭穿了，我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，省得以后再说了。是，您这块老姜绝对辣。出去。哎。爷爷刚才说了，你答应的事不能后悔，怎么办呀？我发现你俩真的是亲爷孙，装病这种事儿，你用完了他用，就逮着我欺负呢是吧？我说话可不算话啊！我才不要结婚呢，我事业才刚起步，更别提生宝宝了。我不要！我也没想到爷爷会玩这出啊！自从爷爷跟你熟了之后，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他了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领教到了没？都这个点了，咱们直接回去吧，都下班了。都好久没回去看爸妈了，正好咱们忙完了，要不回去看看？行，走吧。走吧。就这个包子就行。啊，真是家的味道啊！开心吗？开心。哟，李叔，静静和小顾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呦，他怎么瘦了呀？瘦了吗？好，回来啦。哦，说你瘦了。静静、小顾回来了。静姐姐，哎呦，这大包小包的，不知道还以为是回门呢。差不多吧。哎呀，恭喜啊！你看这2个人多般配呢。哎，叔叔，你有没有给我带好吃的呀？哦，来，这袋糖都是你的了。看看你，满嘴蛀牙还吃糖！我告诉你奶奶去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今天难得回来一趟。来，快！哎呦！伯父，你别弄了，这么多菜呢。那个假期已经结束了啊，这学员们都走了啊，家里的房子呢都空出来了啊。我看这静静啊，是不是可以回来住了？哦，我晓得你的意思了。哎，静静，你看你还是一个大姑娘家的，你总在别人家这么住着，是不是不太好呀？好说不好听啊。哎，是不是就搬回来？你说呢？
那就赶紧结婚吧。呀，那能说结婚就结婚的？你怎么都不跟我们俩好好商量一下的？是伯母，您别着急啊，我今天来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你瞎说什么呀？你害羞什么呀？小顾呀，我跟你讲呀，你这样不对，你晓得吧？啊，结婚呀，嘎大的事情啊！哦，你说讲就讲了，你怎么都不跟我们俩好好商量一下呢？啊，我们的女儿啊，长得这么高了，哦，你说娶走就娶走了？我跟你讲啊，此时啊，阿姨的心情啊，不生气啊！嘎好的。你可真懂包袱呢！我跟你叔叔呀，一点意见都没有的，我们同意的。你看吧，还是伯母通情达理。那是呀，妈妈，我是可爱妈妈来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好吧，好，太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赶紧结了吧。结！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你说什么，爸妈都说了，你说啥？你看不好意思了。要不然这样啊，这个大喜的日子，咱是不是得整点啊？又整点？那必须整点。小酌一点，小酌一点，真的，这样不要喝高了啊！说来呀，伯父。真的必须整点。来，这大喜的日子还不整点啊？来。我也要来一点啊！给我也拿个杯子。一起来一杯，我也要喝一点的。我是世界上无法靠近的例外，而你却是唯一的意外。爱得无法自拔，想跟你浪迹天涯，相信我这是真心话。在你眼前才是我最真的姿态，什么都不需要去掩盖，总能让人期待有你在的未来，这是我们的童话。牵着你，心就回到了家，不管人世间多复杂，你就是我的那个他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有着最独特的甜蜜，总是不经意偷偷想起你，关于你的点点滴滴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终于明白了坚持的意义，一切慢慢清晰，你是注定出现在我生命里。Oh, I love you。就是我的那个他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有着最独特的甜蜜，总是不经意偷偷想起你，关于你的点点滴滴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终于明白了坚持的意义，一切慢慢清晰，你是注定出现在我生命里。Oh, I love you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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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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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有着最独特的甜蜜，一起去憧憬一路上风景，见证彼此点点滴滴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专属记忆，终于明白了坚持的意义，一切慢慢清晰。